选夫大典开始。新科状元苏文轩，镇北王之子陆萧，太医华玉，翰林院大学士林俊彦，尚书府世子慕容锦，户部侍郎之子温宇安，太常寺少卿乐清，靖安侯之子谢叔南。国师曾言，沈家女有望夫命。那镇国将军的少将军顾有温从小体弱多病，结果娶了沈家长女冲喜后，少将军不但能上阵杀敌，还出战必胜，打得敌国节节败退。还有那沈家次女嫁给了丞相的痴傻的小公子，后来小公子吃正全消，不但出口成章，一手丹青更是出神入化，千金难求。这次沈家小女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，不知谁家能那么好运。九皇子到。沈小姐，我对你倾慕已久，特意恳请父皇准许我也参与此次选夫大典，不知沈小姐同意否？自无不可。完了，九皇子都来了，这次选夫大典非九皇子莫属啊！是急，九皇子才华横溢，温润如玉，又是皇上最疼爱的皇子，家世、容貌、品性皆是顶尖。沈小姐没有理由不选他。靖安侯，你如此激动作何？你家那公子是京城出了名的纨绔，不务正业，身无寸长。沈姑娘只要不眼瞎，就不会选上你家。是也，谢叔南那个纨绔，给九皇子提鞋都不配。靖安侯，我劝你还是早些回去洗洗睡吧。沈小姐，人选已到齐，请选吧。届时陛下会亲自为你赐婚。我选靖安侯之子谢叔南。沈小姐，你为何选他？能给我一个理由吗？因为殿下已经有妻了，我沈若晴不为人妻。我嫁给了侯府的纨绔世子，原本只会吃喝玩乐的世子，脱胎换骨，屡破奇案，名声官位水涨船高。恭喜谢世子屡破奇案，被皇上亲自提拔为刑部侍郎，前途无量啊！真羡慕谢世子能娶到沈家之女，便是娶到了福气啊！可谁也没想到，福气有限。沈若晴，今我二人合离。夫君，何出此言？你可知我今日游湖，险些呛水身亡？这与我何干？还在装！你大姐成亲3年后，少将军不慎摔下马，马蹄踏过全身，重仓残废。你二姐成亲3年，丞相小公子被坍塌的房梁砸中了头，伤了神志，又变痴傻了。而如今，你与我成亲将满3年，娘子心善，放过我吧，我不想步2位姐夫的后尘。夫君可还记得新婚夜我说过什么？陈年旧事，我如何记得？夫君，有一事你可能不知，沈家女望夫，只望自己夫君。若夫君沾染了旁的桃花，沾染的越深，反噬越重。夫君，你可想好了？娘子，你放心，我谢叔南今生只许你一人，绝无儿媳。如今外室都已经怀了，当年的承诺，当真是忘得一干二净。好，我同意和离。不过侯爷和夫人那边你自己去说。另外，我还需要些时日整理嫁妆。放心，我会和爹娘说清楚的。小云，你去将军府找我大姐，就说明日我们3姐妹小聚一番。若晴，男儿只是一时糊涂，你莫要与他动气。你公爹也知道此事了，
我们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娘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我离开对夫君更好？您知道，我大姐和二姐家中如今巧合而已，莫要因为他们遭了意外就自己吓自己。你嫁进来之后，男儿才走了正道，无论旁人说什么，你都是我唯一的儿媳。莫不是男儿做了错事，惹恼了你，你才执意要走？婆母，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，谢淑楠她有了外室。外室罢了，又没有娶进门，有了便有了。若晴，我们是女子，可不能那么想不开。你如今还未有子嗣，我和你爹不允他纳妾，可男人的心思不可能只在一个人身上，偶尔花心也正常。况且，等你有了孩子，得主动给他纳妾，若不想开些，到时可怎么过？不好了，夫人，世子被侯爷捆着拽去了祠堂，还要请家法。什么？走，我们快去拦住侯爷！逆子，你可知我向皇上求得这门婚事费了多大的劲？成亲这几年，你从一个纨绔到前途无量的刑部侍郎，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，你竟然还敢私自合理？还合不合理？合理！不要合理！男儿，你说说你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这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哼，男儿之前那么纨绔，都是你给宠坏了。涂点药吧，好得快些。不用你假好心。若你昨日就走，爹娘如何拦你？我又如何会有这一遭？男儿，你乱说什么？若不是若晴，你如今……你们总这么说。所有人都告诉我要善待你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日。可明明是我上进才有了如今成绩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堂堂侯府世子，你只是小官之女，是你高攀，你应该事事顺着我，而不是让我迁就你。离了你，我照样破案，照样高升。既如此，侯府想来也是不需要我，待在此处只会惹人厌烦。先行告退。大姐，听闻顾有温从边关带回了妾室和儿子，并执意要将妾室子记到你的名下，充作嫡子。将军府如今待你好吗？顾有温是为国征战的英雄，上至皇亲，下至百姓，对他的受伤同情备至，无人在意他欺骗发妻，私德有亏。有人甚至说，多亏将军早有谋划，为将军府留了后。我每日练练剑，听听书，日子不难熬。就是吧，他带回来那个不知怎么想的，这几日总喜欢在我面前晃悠，烦人的很。那大姐你怎么应对？不用应对，心情好的时候逗一逗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把人扔湖里清醒清醒。他不告状吗？告啊！婆母让我大度，我就敞开大门，把路人集中过来，将事情原委讲一遍。反正我不怕丢脸，他们不要脸面，那就日日唱大戏好了。怪不得我这几日老听见有人说将军府唱大戏，你不说，我还真以为将军府请戏班子了。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李文宏变回痴儿后，丞相府表面没有迁怒我，私下对我要求极高，盼我再悉心照料，让他重归清醒。我们姐妹3人，嫁的都是什么人？但凡有一个人遵守诺言，都不会到了如此地步。他当真也没救了，外室都怀孕了。谢淑楠今日受了罚，伤得不轻，估计要缓些时候才能将人接进府。肚子不等人，如何缓？到了这一步，你早些抽身，莫要像我和大姐这样，发觉得太迟，没得走。我知道，和离书今早被婆母收走了，我会找机会让谢淑楠再写一份。不过圣旨赐婚，要和离有些麻烦，急不得。行了，
我们姐妹3人好不容易聚一次，就不聊这些烦心事了。是吉是吉，算起来我们3姐妹好些年未曾一同入睡，不如今晚便同床共枕，彻夜长谈。好。少夫人，世子不好了，侯爷和夫人让赶紧接您回去。反噬来的竟然这样快！一群废物！我儿吃了你们开的药，非但不见好转，还越来越严重。如今没有半点退烧的迹象，人也陷入了昏迷，你们说该如何？若晴，你为何不打声招呼便私自离府？若晴，这是阿兰，是男儿救下的孤女，怜她身世凄苦，就留在身边侍候。如今男儿昏迷不醒，需要人照顾，我就做主将人留下了。是女吗？你也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这里有我和阿兰就够了。叫你回来是为你名声着想，夫君生病，你还在外不回，传出去不好听。是吗？不过我看他这病，怕是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婆母唤我来，所谓何事？若晴，男儿已经高烧昏迷3天了，再这般下去，恐怕人要没了。你是福星，有望复命，求你救救男儿吧！毕竟还是夫妻，我怨过恨过，但从未想要他死。爹娘想要夫君早日康健吗？自然。若想夫君早日康健，还请送走阿兰姑，最好将肚中的胎也落了。我原以为是舒南胡闹，这才重罚了他，没想到是你擅妒至此，才逼得我儿做了糊涂事。既然已经知道了，当大度善待阿兰的孩子，如何能说出落胎的话？我不管爹娘信不信，总之若想夫君醒来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不过你们想舍弃儿子保孙子或者孙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把话说清楚，为何非要送走阿兰，落了他的胎？我的命格特殊，旺夫旺家，是爹娘亲眼所见。但世上之事讲究平衡，得了好处就得有所牺牲。你要我儿牺牲什么？只要能救男儿，我们都愿意。牺牲什么，只可与夫君说。新婚时我与他说过，他显然是忘记了。侯爷，夫人，切莫听少夫人胡言。我怀的是少爷的骨肉，是侯府的血脉，怎么会对少爷不利呢？求您救救我和孩子。少夫人成亲2年多，始终没有孩子，定是嫉妒我先有了少爷的骨肉，这才想趁着少爷昏迷置我于死地。若是少爷醒了，那他的孩子没了，他该多难受啊！要儿子还是赌孙子，爹娘自己决断。夫君这里既然有人照看，我就先走了。成亲2年多，我以为他和姐夫们不同，没想到都是我的错觉。若将和离书还我，我与谢淑楠没了关系，或许也可挽救一二。你放肆！滚出去！快走！休要再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救我儿！少夫人何必如此为难侯爷和夫人？奴婢入府只为照顾少爷，待少爷康健，若要打发奴婢走，奴婢绝不留下碍少夫人的眼。你回去吧，今日之话当你没说。一群无能之辈，连个昏迷都治不好，留你们何用？侯爷、夫人，世子这般症状属实怪异，或许沈小姐说的是真的。不若让阿兰姑娘暂且去别处休息，或许对少爷休养更有利。来人，将阿兰姑娘送到最远的偏院安置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她踏出偏院一步。侯爷，不要啊！我要守着少爷，求您不要送我走，求您了！放开我！有用，真的有用！快把沈若晴请来。少夫人，世子有了苏醒迹象，侯爷和夫人请您过去，
说已经打发了阿兰姑娘，日后由您亲自照顾世子。婆母不怕我恼怒夫君不忠，故意刁难，让他再也醒不过来吗？奴婢不敢揣测夫人心思，只知如实向夫人回话。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若晴，我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好儿媳，没想到你如此小家子气。别说一个阿兰，就是3个5个，男子3妻4妾也是人之常情，你为何偏偏揪着不放？谢淑楠昏迷那日，我便说过，娶我拿走国师所说的功德是有条件的。条件是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。我可以说的是，为免他这辈子都醒不过来，我不能去照顾他。你怎可如此恶毒？他是你的丈夫，你怎能见死不救？我谢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才娶你进门。不是恶毒，是条件如此。你莫在我这里生气了，还是回去照顾谢淑楠，祈祷她早日醒来吧。她就是沈家的小女儿沈若晴吧？听说她仗着旺夫命格，不顺丈夫，忤逆公婆，还把婆婆气晕了，可不是吗？听说谢世子至今还昏迷不醒，不知道是不是暗中做了些什么。前段时间不是听闻沈家大女的丈夫顾将军重伤，沈家四女的丈夫又痴傻了，这沈家哪是旺夫？我看啊，这是沈家女德行有亏，受不起国师给的功德，这才反噬到丈夫身上。没错，将军府和丞相府都这般觉得。现在那2女都在祠堂跪着为受难的丈夫祈福呢，也就她还像个没事人一般四处走动。备车，我要去将军府。等等，你先去将军府和丞相府问问大姐二姐的情况。少夫人，大姑娘和二姑娘让小人给您带话，不必忧心，他们自有应对之法。知道了，你去把这封信送给他们，让他们万事小心。祈福？自身品行不端，还如此苛待我沈女，怕是祈来的不是福，是祸。我的腿疼死我了！少爷，您怎么了？快传大夫！将军夫人，少将军原本完好的那条腿骨折了，还牵动了旧伤，怕是要再难起身了。都是你，沈若薇，你冲撞了祖宗，才让温儿接连遭祸。我看你就是个丧门星，今日便打发你去庄子上，有事不得回来。不可，如今将军府日渐式微，沈若薇是皇上赐婚，我们不能打皇上的脸，此事在议。爹娘，儿媳有一事相求，恳请二老替子休妻，放我离开将军府。国师虽言沈家女能旺夫旺家，但未曾言明兴旺之后是否有反噬。夫君本已好转，如今病情加重，说不定就是因我而起的反噬。竟是如此，难怪温儿最近接连遭祸。若爹娘担心休了我会惹皇上不快，不若儿媳与二老一同进宫请罪，请皇上准许我与夫君和离。看在夫君为国征战立下赫赫战功的份上，皇上一定会同意的。将军，就让他与温儿和离吧，再这般下去，恐怕温儿性命不保。罢了，就按你说的做。明日我们一同进宫，向皇上请旨和离。谢爹娘成全。陛下，臣子顾有温幸得陛下赐婚，娶沈家女为妻，却不料反被气运反噬，如今危在旦夕。恳请陛下看在顾有温为国征战份上，准许臣子顾有温与沈若薇和离。臣妇恳请陛下开恩，同意吾儿与沈若薇和离，断其反噬气怨，救吾儿一命。臣妇自愿与顾有温和离，此生无赦。念顾有温战功，沈若薇守礼，准奏。谢陛下隆恩。沈若薇，这1万两银票你拿着，别说我将军府亏待了你。不可，他一个。这钱够你后半生花销了，拿着离开吧，不要再回来了。她就是沈家大女沈若薇吧？听闻她和少将军和离了。将军夫妇深明大义，不愿儿媳年纪轻轻守着病重的儿子蹉跎余生，不但主动写了放妻书，还将少将军多年封赏拿出来1大半做补偿，护他余生安稳。
将军府对他这么好，而他竟然因为少将军受伤，便和少将军和离，真是个趋炎附势、薄情寡义的人。不是说沈家女有望夫命，之前少将军的病不就是娶了她才好的吗？屁，没有他，少将军一样能治好病，上阵杀敌。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就是，说不定没娶她还能避开如今这劫难。我看啊，他根本不是旺夫，是克夫。终于脱离苦海了，二妹、小妹，你们也要快些啊！你说红儿好不容易清醒了一段时间，怎又变回了痴傻的模样？若雨，你不是有望夫命吗？丞相府平日里待你也不薄，怎红儿还遭此厄运？你说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婆母，我有一个法子能治好文红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试了。什么法子？只要能治好红儿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很简单，只要打发了公子私下的外事，他的神智便能清醒。你知晓此事？是。好，我即刻派人去办。夫人已经让人将那外事赶出京城了。红儿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若雨果然是我们家的福星。娘，发生了什么？我头好晕。红儿，你当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少夫人人呢？夫人，您忘了，少夫人被丞相罚去贵祠堂祈福了。什么？那还愣着干嘛？快去请她过来。算了，我亲自去，你在这儿好好照顾红儿。红儿，你好好休息，娘去就来。公子无子嗣，少夫人多年未育，现那外室也被赶出了京城。若是我趁此机会为公子生下孩子，日后定然前途一片光明。公子，你昏迷好几天了，想必身上难受吧？奴婢这就为您擦拭身体。公子，我脚崴了，公子能抱我起来吗？别急，你服侍好本公子就行了。夫人，公子头部遭受重创，恐痴症加重，老朽也束手无策，告辞。若雨，你说过红儿会好的，现在又是怎回事？本来按我说的做是能好的，但谁知他刚醒来就急郁，所以被气运反噬了。你一个小小的丫鬟，竟敢勾引我儿，简直胆大包天！来人啊，将这丫鬟拖下去杖毙！夫人，我错了，饶我一命。若雨，都是这丫鬟心术不正，妄想勾引红儿，可红儿是无辜的呀。你们怎么说也是夫妻，你就救救她吧。无辜？若她真的无辜，就不会被气运反噬了。若雨，纵然红儿有错，但罪不至死啊！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让红儿恢复，我一定好好管教她，让她向你跪地认错。夫人，救公子的办法，什么办法您都愿试？愿意，都愿意。你且说。很简单，让夫君与我和离，再请太医调理，公子便能好转。圣旨赐婚，自刻儿戏。我当你是贤妇，能与我儿相濡以沫，同甘共苦，没想到也是心硬薄凉之人。今日这话我当没听见，日后莫别说了。不管我儿如何，你都只能待在丞相府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将院中丫鬟全部换掉，只留小厮。看好少夫人，不许她出府，她必须时时刻刻守着红儿。是。看来我离自由不远。夫人，你一直禁足沈若雨算怎么回事？不若同意她与红儿和离。不可，她身具旺夫命，若是与红儿和离，日后谁来给红儿带来好运？唉，沈家女虽有旺夫命，但也得红儿受得起呀。你看看现在红儿都什么样子了？你可知我今日上朝见到了谁？谁？顾振廷。见到他又怎了？有何惊讶的？重要的不是他这个人，而是他如今的状态。他如今满面春风，你知晓的，少将军顾有温之前被马踏全身，又和妾室厮混，落下终生残疾。按理说他不该是这般状态，
所以我找他问了问。他怎么说？可是有什么法子治好了邵将军？确实有法子，那便是同沈家女和离。和离？对，自从顾有温和沈若薇和离后，身体日渐好转，虽然身子依旧孱弱，但废掉的手脚都有了知觉。太医说无法恢复如初，但恢复基础的活动能力没问题，所以可见沈若愚所言非虚，放他离开，或能救红儿。不可！红儿如今不近女色，细心调理，定会痊愈，无需。你这是拿红儿的命去赌吗？就不怕红儿再也醒不过来吗？我怕红儿和沈若雨和离后，不止红儿失去福气，我们整个丞相府也会失去好运。这几年我们有多顺，你应该深有体会。这般，且让他离府居住，观察一段时间。若红儿无好转，再另做打算。只得如此了。来了，谁啊？二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也和离脱身了？还没有，丞相府只是先让我出来住。没事儿，他们既然能让你出来住了，想来离你和离也不远了。但愿吧。被丞相府禁足这些天，都不知道外面什么状况了。小妹现在怎么样了？要不叫来小妹来小聚一下？小妹现在的状况怕是不太好，估计脱不开身。世子这几天醒过吗？老奴这几天一直守在世子床前，这几天世子一次都没醒过，而且什么？说！而且大夫说世子状态一天不如一天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……你去把陆兰叫过来。是。夫人，您终于想通了，肯让我们一家团聚了。喝了它，一切好说。夫人，这是什么？我不喝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容嬷，好好教教他规矩。是。我不要喝，我怀的是世子的亲骨肉，你们不能动我！送他去城外庄子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是。娘，男儿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男儿，你刚醒，别乱动，快去请太医！太医，男儿他怎么样了？夫人，世子已无大碍，只需安心调养即可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兰呢？你安心养伤，别念着他了。娘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阿兰她可是怀着我的骨肉啊！陆兰她不在京城了，孩子也没了。什么孩子？没了？是不是沈若曦搞的鬼？沈若晴，你这个毒妇！你自己不能生，竟然也不让旁人生！明明拿了和离书，为什么不走？就这么不要脸，想要赖着我一辈子不成？怎么还想动手？别玩了，你不过大病初愈。沈若晴，你给我等着！害死我孩子的事情，我不会轻易算了的。你说清楚，我如何害死你孩子了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！你下药毒害阿兰，还将他赶出京城，不得和我相见！你这个毒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我下药毒害他？你去打听打听，府内上下谁人不知我被禁足，连屋子都出不得。我怎下药毒害陆兰，害死你的孩子？你出不去，但你可以指使下人去下药啊。那我问你，我为何要去害他？当然是嫉妒他得了我的宠爱，怀了我的骨肉。当真把脑袋砸坏了？你可记得我早就要与你和离了，我连你都不要了，我为何要嫉妒他？嫉妒他怀了你的骨肉？那阿兰之事，又是何人所为？你自己动动脑子想想，谁会做出此事？不用猜了，是我下令打掉陆兰的孩子，把他赶出京城的。娘，是你！你为何要这么做？
阿兰怀的是儿的骨肉，您的亲孙儿啊！娘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对，你被若晴的福运反噬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再昏迷下去，恐有性命之危。娘也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，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什么狗屁福运反噬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！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，和他没有一丝关系。够了，别自欺欺人了。你以前多么纨绔，你自己不清楚。哼，要不是若晴，你能当得上刑部侍郎？人都到齐了，正好聊聊和离的事情。送去官府的和离书被母亲拦下，想来已经没了。不若你再写一份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所以不是他不想走，是你们不让他走。若晴，说什么呢？夫妻拌嘴是常事，如何又扯到了和离？夫人，谢淑楠已然有了外心，我们和离，不管他另娶还是纳妾，都省心。御赐婚事不好离，但不是不能离。不若我明日就和夫君入宫去求。我主动向你开口，是递台阶，不是让你顺杆爬。哼，男儿说的不错，是你高攀侯府，要识趣些。莫要因为催促男儿上进2年，我们对你客气些，你就以为可以在侯府横着走。是啊，做人得要脸，知道就好。你做什么？你来啊，继续打啊，看看谁的手更快。沈若晴，你敢！沈若晴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们别忘了，当初不是我愿嫁，是你们求着我嫁的。既然话都说到了这里，勉强凑成一家人，日后也会家宅不宁。不若还是冷静下来，谈谈和离之事吧。你想如何？我只想和离，其他什么都不要。御赐婚事，和离需皇上点头，此事急不得。你放着淑楠，此事我们从长计议。沈若晴，你……侯爷乃皇亲国戚，在皇上面前分量极重，区区赐婚而已。想来侯爷定然有办法求得皇上同意。我等您的好消息。让开！这是老夫人给您的。老夫人说少夫人实在不像话，让少夫人这些日子在屋中看看书，静静心。还有吗？他应该不只说了这些吧？老夫人为少爷选了2个丫鬟，说是等少爷身子好了就抬为妾室，让您大度，我懂。2个怎么够？以谢淑楠的身份，至少得4个。走不了正门，还可以翻墙。小妹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还以为你脱不开身呢。本来是脱不开身，给我禁足了，还给我立规矩，可我不守他的规矩。大姐，你说我婆母是不是很聪明？我只暗暗提示过2次，她竟然就猜到了福运反噬的规则。知道聪明，你还多嘴，如今吃到苦头了吧？我是想着我和李文宏的问题与他无关，如今李文宏已经遭了反噬，也就够了。他平日待我不错，最后帮他一次也无妨。谁能想到他突然转了心？儿子是亲生的，儿媳是后来的，不满意还能换。
2选1，他肯定选儿子。不是他转了性，是你太好骗。委屈了你，大姐不必忧心。2姐托我找的药，找到了。2姐托你找的药是何药？吃了这种药，身体会显出不孕的假象。竟还有这种药，太好了！那二妹有机会脱离丞相府了。没错，李文宏尚无子嗣，李府不会甘心他一辈子没有子嗣的。李府已经知道了反噬来自哪里，二妹假装不孕，过些时日，他们自然会放二妹离开。不过，这药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？会不会以后都怀不上了？大姐你放心，已经找人试过药效了，对身体无碍，就是药效只能保持3天。那就好。2姐，快拿去吧，希望你能早日脱离苦海。这药真苦啊！快喝吧，药苦总好过命苦。婆母，我数年未孕，特意去查了身子，大夫告知我极难怀孕，恐是无法为夫君诞下子嗣了。哦，是吗？若愚，你的身体不是好好的，怎么会难孕？我也不知，大夫就是这般告知的，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。去请大夫过来。嗯。大夫，你且为少夫人诊脉，看看少夫人是否难怀。夫人，二姑娘体内气血亏虚，确实难以受孕。红儿的痴症日渐减轻，本是喜事，可你这般，李府不能没有子嗣啊。若愚，你再想想，有没有破解反噬的法子？只要能让红儿安好，又能有子嗣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到了如今，我也不再瞒你，此事无解。若他沾染了旁人，一定会有反噬。只有让我与夫君和离，才能破解反噬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等红儿彻底痊愈，便许你和离，绝不阻拦。好玩，别跑！起初知晓要嫁给传闻中眼斜嘴歪、说话流口水的李文宏，我日日忐忑不安。然而当我真正见到李文宏，才发现传言错得离谱。娘子，我画的好看吗？娘子画的真好，教我，我要跟娘子学画画。他康健后，诗画渐入佳境，名气日盛，应酬渐多，我们之间也有了裂痕。他受伤那天是我们成亲3周年，我本想与他好好谈一谈，却等到了他被砸伤的噩耗。我只当是普通外伤，可日复一日，他丝毫不见好转，我才起了疑心。一查之下，才发现了他在外养了人。娘子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是在望月亭作画吗？夫君，你受了伤，痴症犯了，忘了不少事。痴症？不可能！我怎么会犯痴症？夫君不信，可去问爹娘。爹娘担心了许久，知道夫君好了，一定很高兴。其他事情日后再说。夫君先去见见爹娘吧。好。再见了。来人，这2封信
分别送到城外温泉庄子沈若薇姑娘、侯府沈若晴姑娘手中，务必送到。是。二姐成功脱离丞相府，和李文宏和离了，太好了！不行，这么大的事，我得去见见二姐。沈若晴，我儿是侯府世子，更是你的夫君，不过是养了个丫鬟，你怎可害他至此？婆母此言为何？我不明，还请细说。夫君究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儿半边身子瘫了，都是你害的。前日你说夫君身份至少该有4个妾室，你婆母气恼之下，便多找了2个。淑男身子稍好，便将4人都送进了他的院落。他一连几日沉迷妾室，乐不思蜀。城外庄子上的陆兰不知得了消息，逃了回来，在淑男面前哭诉。淑男一时心软，便留了他。昨夜2人同床，激动之下双双摔下床，陆兰摔伤了腰，淑男则摔得半边身子瘫了。我这几日都没有见过夫君，如何害他？而且我早说过，得了好处就得付出代价。依照今日情形，想来二老并没有问过夫君要付出何种代价。其实这事好解决，给我和离书，我与谢淑男没了关系，因果解开，代价也就不存在了。休想！你害我儿至此，还想一走了之？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哼！我让你禁足反省，你却日日出府厮混，半点不把侯府规矩放在眼里。今日我便要好好治治你，让你知道谁才是侯府的主母。夫人，有没有可能，你惩罚了我，下一次谢淑男要承受的反噬，就不是半边身子瘫痪，而是全身瘫痪，或者性命不保？你莫要胡说，男儿他不会有事。你到底要如何？我早就说过，我要和离，是二位不肯，执意拦着。若当初二老没有拦，谢淑男也到不了如今这般光景。当真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除非您愿意谢淑男日日倒霉，承受更重的反噬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侯爷承担得了后果就好。谢淑男只是违背了当初的诺言，就落得这般下场。若我死了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不日我便进宫请罪，求陛下准许你与淑男和离。但在男儿好转之前，你不得再出侯府。来人，将少夫人送回房间。放开，我自己会走。少夫人，醒醒，有要事禀报。何事？少夫人，李家公子李文宏来寻您，侯爷和夫人都在前院等着，特意让奴婢来请您过去。李文宏，他来找我干什么？我和他并无交集，他来找我，恐怕就是来打听二姐的消息。告诉他，不见。少夫人，求您了，侯爷和夫人都在，特意吩咐奴婢务必请您过去。若您不去，奴婢必定会被责罚，求您发发善心。罢了，起来吧，我跟你去前院。此事与你无关，不必为难自己。正好看看这李文宏想耍什么花招。小妹，你可算来了，我找你许久了。小妹可知你二姐去了何处？昨日我见完爹娘，回去就没了她的人影。若是我做了什么错事，惹恼了她，她尽管说出来，我自当道歉反省。如今这般一走了之，算什么事？三公子何必自欺欺人？自己做了什么，二姐知道了多少？李夫人没有告诉你。逢场作戏而已，我不知他会如此在意。逢场作戏？二姐书画造诣不在你之下，若她在外与友人切磋交流，流连忘返，甚至夜不归府，你也觉得没什么吗？她是女子，女子怎可在外彻夜不归，与男子随意切磋？女子又如何？就只能当你的垫脚石，拖着你越走越高，而自己越来越卑微吗？就凭你今日这番话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二姐去了哪里，你不配。
既然许了相守的承诺，就不要用逢场作戏这样的托词，给自己的风流找借口。若晴，夫君记起新婚时我说过的话了吗？若夫君想起来了，病也就会好了。开门啊！站住！三小姐，不好了，二小姐被李三少爷带回丞相府了。大小姐已经赶过去了，特意派奴婢来告知您一声，让您赶紧过去看看。三小姐，里面请。大姑娘与二姑娘、大人夫人都在厅堂等候。看来是已经从丞相夫妇口中知道了反噬真相。大姐，小妹，冯二，住手！你与沈二小姐已经和离，今日强行将她带回府，本就不妥，莫要再胡闹。爹，我不想和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犯了，求你让若雨留下。你闭嘴！你做了什么事情，自己不清楚吗？在外养外事，惹来反噬，莫要再纠缠不清，惹人笑话。若不是若雨念着往日情分，没让你变回痴儿，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？丞相大人说的有理，我二妹与三公子本就没有夫妻之缘，如今和离，也算是及时止损，各自安好。只是看三公子的样子，似是还不服气，还请大人日后严加约束三公子，莫要再做出今日这般强抢民女入府之事，坏了二妹的名声。这是自然，老夫定会好好管教犬子，绝不让他再骚扰沈二小姐。侯爷曾答应三妹会入宫求旨，准许她与谢世子和离，不知如今进展如何？爹，不可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新婚时我对若晴说过，此生只她一人，绝不再娶，绝不负她。这些日子是我不对，是我糊涂，是我违背了承诺，惹出这么多事端。我日后一定会改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若晴。男儿，算了吧。沈家女的福气，我们侯府要不起，也配不上。你与若晴本就不合适。爹，你当真想要一个被人唾弃的纨绔儿子吗？我是真的会改，日后我一定收敛心性，不再惹是生非，不再乱惹桃花。我和若晴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谢公子，你这般苦苦哀求，是真的舍不得我小妹，还是舍不得她带给你的能让你顺风顺水的气运？你违背新婚诺言，身上的气运早已消散殆尽，如今厄运缠身，事事不顺。你这般苦苦哀求，想要留下我小妹，无非是想借着她的气运，重新站稳脚跟，从头开始罢了。我倒要问问你，若日后你升了官，名声再进一步，权财在手，真能管住自己的心，不再乱惹桃花，不再违背承诺吗？我可以发誓。舒楠，不必了。谢家世代从来没有专情之人，你今日即便发了誓，日后若是毁约，再遭一次反噬，落得更惨的下场，我和你娘该怎么办？我们经不起再一次折腾了。爹，我不想变回以前那个一无是处、被人耻笑的废物。还有，若不是当初你打我太狠，我怎会重伤难愈，身体变得这般孱弱，落得如今这个地步？这不能全怪我。你这个逆子，你犯错在先，不知悔改，反倒还敢责难你爹。当初你爹为了留住若晴，为了救你，才出此下策，如今竟成了推卸责任的借口。你当真是好坏不分的畜生不成？多谢侯爷，夫人成全。若晴，终于你也脱离苦海了。从今以后，
我们姐妹3人再无束缚，从此天高任鸟飞，海阔任鱼跃。是啊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姐妹3人的命运我们自己掌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去侯府，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。小妹，我们和你一起去，省得有人欺负你。也好，明日便一起去侯府吧，正好让姐姐们看看这些年我攒下了多少钱财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将军，您慢点，莫要扯到伤口。若薇，当真就是因为我纳了妾，有了孩子，才遭遇了之前的反噬，落得重伤的下场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无需再骗你。新婚之夜，我曾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若有一天你想要纳妾，想要有别的孩子，提前告知我，我们好聚好散。你为何不告诉我？当初你婆母将那个丫鬟送到你身边时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为何要瞒着我？我没有故意瞒着你。当时娘说那丫鬟是来照顾我起居的，我没想过会变成这样。那天我喝醉了，一时糊涂，才犯了错。将军当真是厉害，一醉就是2年。所以，就因为我有了孩子，你就让我在最风光的时候失去一切？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你怎么这么狠？正因为夫妻一场，我才不想闹得太难看。大姐，要是顾有温还要继续纠缠怎么办？他若是不想体面，那我来帮他体面。大姐放心。马上他就没心思来继续纠缠你了。将军，你当真要赶我们娘俩走吗？我身无长处，儿子尚小，我们日后该怎么活？夫人已经走了，不会回头了。松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？将军府的脸都叫你丢尽了。侯爷，按照和离书上所言，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属于你的东西？你当初嫁入侯府可是两手空空，如今离了侯府，还想拿东西走？这里就是你的全部家当了，拿着这些破烂，赶紧走人！大姐、二姐，这事我自己来处理。侯爷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虽然玉茹说的直白，不留情面，但理是这么个理。好，好，好，侯府的厚脸皮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你们侯府是不是忘了，这些年来是谁在侯府的酒楼铺子快要倒闭的时候接过这些烂摊子？是谁一步步将这些酒楼铺子经营的日进斗金，名传四海？如今你们嘴上吃的，身上穿的，平时用的，哪一样不是我为侯府挣来的？现在倒好，吃完就砸锅，吃饱了就骂娘，尔等行径与畜生何异？你简直不知好歹！好你个牙尖嘴利的毒妇！我侯府酒楼铺子能日进斗金，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有你沈若晴，还有其他人，你别太自以为是了。真以为侯府离了你就活不了不成？那我们拭目以待，看侯府的酒楼铺子离了我还能活多久。但今天我劝你们把属于我的东西给我，否则什么？我们今天就不给你了，又如何？你离了侯府，不就是一个小小民女，还敢威胁到侯府头上？哼！小妹，要不就算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小妹，侯府不给就罢了，大姐这里有将军府分的钱财，够我们后半辈子无忧了。大姐、二姐，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，更何况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，
我为何要拱手让人？是，你们侯府家大业大，你们若是厚着脸皮不给，我是不能把你们怎么样。但是你们别忘了，那些钱财是我嫁入侯府后赚取的，带着我的福运。若是你们执意贪墨，届时福运反噬，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爹，孩儿不想再受伤，不想再躺床上了，您就把属于他的那份给他吧。男儿别怕，我看沈若晴就是在虚张声势。如今你和他已经和离，和离书都给他了，我不信还会被什么福运反噬。行了，你难道要用男儿的性命来赌吗？罢了，管家，将属于他的那份钱财如数还给他吧。是。小妹，你这些年竟然赚了这么多钱财！听说了吗？这沈家三女仗着旺夫命，把婆家闹得天翻地覆，婆家忍无可忍，把他们都休了。不止呢，离了婆家不说，还敲诈了一大笔钱财，真是贪得无厌。就是什么旺夫旺家，我看就是灾星，专门来破家讨命的。这么多车，全是金珠宝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少说也得100万两。这沈家女当真心狠，从侯府敲诈了这么多钱。父老乡亲们，这沈家三女私德败坏，狼心狗肺，不配拥有这些钱财。我们把钱财夺回来，分给真正需要的人。对，夺回来，分给真正需要的人。夺回来，夺回来。大姐，怎么办？他们要抢钱财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他们真的要抢？保护好自己，让他们抢，事后我们再一个个找他们算账。别慌，我早有准备。我早就请好了镖师，有他们在，不用担心会出乱子。还好大姐有先见之明，真是吓死我了。走。终于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自由了。是啊，都结束了，而且我们还有这么多钱财，几辈子都不用愁了。算起来，我们离家也有好几年了，该一同回去看看娘了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，你们都要翻天了！我听闻你们都和自己的夫君和离了。是。胡闹！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妇人贞洁当从一而终，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尔等岂能随意和离？尔等的贞洁呢？德行呢？沈家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爹，你只说了一半。夫为妻纲，夫不正，妻可改嫁。我等夫君皆德行有亏，欺辱我等和离，无何不妥。混账！我是你们的爹，我说的都是对的，你们还敢狡辩？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。我已经将你们的夫家都请来了，待会儿你们在他们面前低头认错，求得他们原谅，这事儿就算过了。恭迎各位大人大驾光临，让小人家中蓬荜生辉呀！原来是你们通风报信，我说父亲怎会忽然寻上门呢？若晴，你别怪为父，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我只想你回到我身边。若雨，之前是我做了错事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。若薇，我已将妾室和私生子都赶走，只求你能回到我身边，既往不咎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的夫君我都给你们请来了，他们愿意给你们机会，你们现在就跪下磕头，求得他们原谅。
还不快去！好啊，当真以为自己翅膀硬了，也奈何不了你们了。看我今天不好用家法处置你们！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，你们就要被某个渣子欺负了。姓李的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在执行沈家家法，轮不到你插手。来干什么？当然是阻止你又一次把我女儿推向火坑。火坑？何来火坑？你不和女儿们商量，没经过我同意，私自将女儿嫁给各种有缺陷之人，不是火坑是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我给她们姐妹3人找的夫君，哪一个不是皇宫贵族，位高权重？她们嫁过去那是高攀，是她们的福气。我这是为她们好。为他们好，我看是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吧。借着女儿的婚事攀附权贵，卖女求荣，你何曾真正为他们想过？你胡说什么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怎么可能害他们不成？你倒是想害他们，可惜你没这个本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人人都知道沈家3女得了国师的功德，却没人知道这功德为何会落到我3位女儿身上。先皇晚年时奢靡无度，惹得民怨沸腾，国师屡次劝诫，非但无果，反而被先皇下令处死。国师深夜逃到渡口，却已受了重伤，眼看追兵就要追上来。夫人，我乃当朝国师，求你将我的遗体送回我的家乡安葬。先生放心，我一定办到。我气数将尽，无以为报，愿将我半生功德赠给夫人的夫君，可化为气运，护佑沈家一生顺遂。功德我可以要，但我不想给夫君，我只想将功德留给我的3个女儿。这不合规矩，功德当赠给一家之主。先生，我女儿们身世可怜，日后难免要嫁入他人府中，我只求功德能护她们一世安稳。夫君有我照料，可女儿们，我放心不下。罢了，就依夫人功德赠给3位小姐，但需约定，功德在他们成亲之后应验，以旺夫旺家之名护他们周全。多谢先生成全，我与国师达成共识，功德赠给女儿们，成亲后应验，旺夫旺家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为了谋取利益，竟借着这份功德，把她们嫁给这些品行不端之人，让他们受尽委屈。当初命书并没有说有反噬，国师乃是大功德者，怎会写这样不近人情、害人性命的反噬？你们姐妹动了什么手脚？谢公子说的对，若早有反噬，我们怎会同意迎娶你们？定是你们暗中做了手脚，故意陷害我们。没错，你们就是故意的，借着功德之名毁我们前程，夺我们钱财。你们想到的，我自然也能想到。国师写下命书之后，亲手交给我，我当时便问他，若我女儿忘了夫家，可夫家不辞，对我女儿不善，夫家会如何？先生，我要加上一条，我的女儿日后所嫁之人必须一心一意待他们，若违反约定，受功德所贿，需悉数归还，还要承受反噬之罚。夫人，此举不合天道，功德反噬，太过严苛了。我希望女儿顺遂一生，不是让她为了一个陌生的家，付出一生还不得善终。若此命书与我女儿的好处，只赌夫家的人品，不要也罢。夫人留步！罢了罢了，我答应你便是。娘，命书拿回家后，我变卖了部分田产铺面，根据3个女儿的喜好，为她们请了名师。若微习武，我便请了顶尖的武师傅教她习武；若愚喜欢诗画，我请了学识渊博的女夫子教她；若晴喜欢经商算账，便由我亲自教她打理产业。后来先皇病天，新皇登基后，十分感念国师的忠义，下令追悼国师。你沈池便因此生了歪心思，你独自去了盛京，将命书之事大肆宣扬，引得无数权贵人家上门求娶，只为求得我女儿身上的功德气运。当时将军府的顾有温气若游丝，将军夫妇为了给他冲喜博一线生机，便入宫求了圣旨赐婚若微。不曾想若微嫁过去后，
顾有温当真在新婚不久后康健起来，有将军府作保，你在工部谋得了一个微末官职，自此上门求亲的人愈发多，若雨和若晴也成了你攀附权贵的牺牲品。现在你还敢说你没有私心？你没有亲手把女儿推向火坑？好啊，好你个李青秋！原本那些气运是给我的，你竟敢不经我同意，将属于我的气运给这3个贱人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为了谋取一官半职，亲手葬送女儿的一辈子，你妄为人父！今日我便和你断绝关系！沈池，你被休了！你竟敢休我，荒唐！要休也是我休你！你这个毒妇，不配进我沈家的门！李青秋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这是我女儿的庄子，要滚也是你滚出去。哼，你别忘了，她们是我的女儿，姓沈不姓李，这辈子永远都是我沈家人。我沈若晴在此宣布，即日起脱离沈家，随母姓，改名为李若晴。我沈若薇也在此宣布，即日起改名为李若薇。我沈若雨即日起改名为李若雨。你们怎么敢的？你们怎么敢的？有何不敢？真以为你沈家有什么皇位要继承，值得我们攀附？看到了吗？现在该滚的是谁？赶我走！做梦！我是你们的亲爹，你们必须养我，否则……他这是，可能是我们现在跟母亲了，福运便不再庇护他了。看样子是这般没错。看来他以后自顾不暇，没空再来找我们麻烦。怎么还不走？是要我请你们离开吗？我的好女儿，往事已经翻页了，以后你们就跟着娘，有娘在，你们不需要嫁人，娘不会让你们再受半点欺负。娘，我想去边关，国师给的功德，既然可以旺家，那就不该指望小家。心在一处的人都可以是一家人，我想将这份功德惠及更多人，更多值得的人。娘，我平日就喜欢写写画画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准备写画本子，就写写贵女与赘婿，写写女子独身立世的模样，希望能助更多深闺女子觉醒，不再被世俗束缚。娘，我喜欢拨弄算盘，擅长经商，我想继续开铺子，打理产业，希望有一天李家的铺子能开遍大江南北，走到哪里都有人说一句李家铺子的东西物美价廉，值得信赖。好，好，娘都支持你们，无论你们想做什么，娘永远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。老皇帝莅边，新皇登基，朝野革新，又是一番新生活。父皇万岁万万岁5年间，边关出了一位女将军，武艺超群，谋略卓绝。更奇的是，与她一同作战，无论时局多么艰险，总能逢凶化吉，屡立奇功。将军，我军大获全胜，敌国已递上降书，定下30年和平约定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整肃三军，即刻班师回朝。诺。上京则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写书人，他书中的佳人未必配才子，贵女的路也不只有联姻一条。女子不依附男子，学一技之长，亦能撑起一个家。这个李若雨竟写些歪理学说，倒反天罡。就是，女子就该相夫教子，怎能鼓吹女子不依附男子？简直胡闹！李姑娘写的是实情，凭什么女子只能依附男子？买书了，小姐，这些男子如此谩骂你，你一点都不生气吗？有何好气？无论他们如何谩骂诋毁，都改变不了我的画本子被改编成戏曲、唱词，传入越来越多人耳中，让无数身处困境的女子鼓起勇气奋起反抗，
走出了不一样的路，这足够了。小姐，那还去女子学院吗？去，当然去，这才是改变女子被压迫禁锢的根本。见过院长。院长，他就是李若雨，带我们冲破思想禁锢的战士，就是他，让我们女子也有书可读，有字可识。诸位，我创办女子学堂，让女子免费读书识字，是为了让女子能有更多的选择，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。这5年，我的铺子也开到了大江南北，用人不拘男女，只看能力。小妹，大姐在边关打了胜仗，即将班师回京，我们一同前去迎接大姐吧。当真，算算时间也有10年未见大姐了，不知大姐过得如何？小妹，你看那人是不是顾有温？都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还有那个孽种，都该去死！这顾公子往日何等风光，如今整日泡在酒肆，饮酒寻欢，连路都走不了。走吧，与我们无关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我的话没有灵气？我明明很努力了。若雨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文红，你快跟我回家吧，你都3天没休息了。滚！别来烦我！一定要画出最好的画，让若雨后悔。二姐，别看了，这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小妹，我不是心疼他，而是心疼当初的自己没有早些看清他的真面目。那就好。小妹，你知道侯府如今如何了吗？这倒是没有关心过。我和你说，谢大人，这卷宗上的线索，您之前一眼就能看出端倪，如今……闭嘴！本大人知道，不用你多嘴，滚出去！尚书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早点通知我，我好设下宴席。不必了，我此次前来是来办正事的。刑部侍郎谢淑楠屡次错判漏判，严重失职，经核查，不适合继续担任刑部侍郎之位，即日起卸甲归田，钦此。今日我们再去赌坊玩玩，输了算我的。好，今日不醉不归，不赌不散。谢公子，您欠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还啊？我们已经等了好久了。是啊，谢公子，再不还钱，我们就只能去官府告您了。男儿，你醒醒！你再这样下去，侯府就真的要完了。爹，你可是晋安侯，这一点钱算什么？帮我还了，我还要去玩。说起来，这几家当初何等风光，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，也真是令人唏嘘。他们的境遇与我们姐妹2人早已无关。从和离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各自安好，互不牵扯。他们如何，皆是自己的选择。是啊，过往种种早已翻篇，如今只盼着大姐早日回京，往后的日子安稳顺遂便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外面传来消息，李将军的军队已经到城外了，不日就可进城。明日我大姐就要回府了，把府内各个角落都收拾干净了，一点灰尘都不要有。小姐，门外有位贵客来访，侍卫通传，说是当今陛下。快，请陛下进来。
三娘子，好久不见。陛下，我朕明白，当年之事本就怪不得你，婚事早已不了了之，你不必介入。臣女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免礼。今日来见三娘子，是有要事相商。陛下请讲，臣女定当尽力。朕的祖父在位晚年奢靡无度，将国库挥霍一空。先皇继位后，虽极力想要挽回局面，可彼时外敌虎视眈眈，征战不断，军费开支巨大，财政亏损严重，终究有心无力。如今外敌投降，国内安定，正是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的好时候。朕知晓你身上有国师所赠功德，运势极盛，想借你的运势，早日充盈国库，造福百姓。朕封你为皇商，享正三品官员待遇，全权负责打理皇家商行，助力国库充盈。臣女接旨，定不辱使命，不负陛下所托。三娘子，如今有心上人吗？日后若三娘子有了真正的心上人，无论是谁，朕一定成全。多谢陛下体恤。不必这般客气。三娘子，我们明日再见。臣女沈若薇率领边关将士平定外敌，班师回朝，参见陛下。沈将军辛苦了，平身。此次大胜，护我大晋安宁，已功不可没。为庆祝李将军大获全胜，朕宣布大赦天下，举国同庆7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李若晴聪慧过人，经商有道，且身负功德，运势昌隆，特封李若晴为皇商，享正三品官员待遇，全权打理皇家商行。钦此。臣女接旨，谢陛下隆恩。恭喜李皇商，贺喜李皇商。李皇商，多谢这些年您无偿资助的粮草衣物，若不是您，我等将士们恐怕难以挨过边关的一个个寒冬。诸位将军为国征战，保家卫国，臣女只是尽绵薄之力，不足挂齿。回顾过往，恍如隔世；至此往后，仿若新生。